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，王美华副局长的怒骂声还在空气中回荡着。李小川，你这种没用的东西，就知道拍马屁巴结领导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不要脸！以为装作很努力就能得到重视，省省吧！我被骂得脸色苍白，办公室里10几个同事都低着头，装作忙碌，没人敢为我说话。王美华越骂越起劲，手指都快戳到我鼻子上了。就你这样的，这辈子也就是个跑腿的命，还想往上爬，做梦去吧！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冷笑一声，掏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王美华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眼神变得锐利。妈，省里来人了，大家好。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年前的9月，我李小川从省城师范大学毕业，通过公务员考试分配到市文化旅游局工作。说起来，我也算是重点大学的高材生，专业成绩年级第1，还拿过国家奖学金。可是在这个看关系拼背景的地方，学历根本不算什么。第1天报到的时候，秋高气爽，梧桐叶正黄，人事科的老王把我领到3楼的综合办公室，里面坐着7、8个同事，有的在看报纸，有的在喝茶聊天，气氛很轻松。这是新来的小李，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大家多关照关照。老王笑呵呵地介绍道。办公室里的人都抬起头看了看我，有的点点头算是打招呼，有的只是瞥了一眼就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里间办公室的门开了，一个中年女人走了出来，这就是王美华副局长，今年45岁，身材微胖，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底，头发烫成了小卷，一身黑色的职业装，看起来很有官威的样子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带着一种审视的味道。哦，就是那个新来的大学生。王美华的声音有些尖锐，看起来挺老实的。以后跟着我干活吧，我这里正缺个助手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成了王美华的专属跑腿，端茶倒水，打印复印，跑腿买饭，整理文件，什么杂活累活都是我干。其他同事都有自己的专门业务，老张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，小刘管财务，小王搞宣传，只有我每天忙得团团转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新人必须经历的过程，想着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可是几个月过去了，我的工作内容一点都没有改变，依然是打杂跑腿。办公室里的同事对我也是爱理不理的态度。老张是办公室主任，53岁，头发有些花白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看报纸喝茶，偶尔指挥我去楼下小卖部买包中华烟。小李，去买包烟，要软中华的，他总是这样吩咐我，从来不说谢谢。小刘是财务科的，28岁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但因为他爸是市里某个局的副局长，进来就分到了财务这个肥差。他平时对我也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总是用一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。小李啊，你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得想办法往上爬才行。他经常这样对我说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优越感。小王负责宣传工作，是个30岁的女同事，据说她老公是电视台的记者，所以在单位里也很有话语权。她对我倒不像其他人那么冷漠，但也保持着一种距离感。小李，你这个小伙子挺踏实的，就是有点太老实了。她偶尔会这样评价我。
最让我受不了的是王美华的态度，她总是在同事面前炫耀自己的管理能力，把我说得一无是处。每当有外人来访，她都会当着客人的面指挥我：小李，去给客人倒茶；小李，去把材料拿过来。她的语气总是带着一种命令的口吻，好像我就是她的佣人一样。有些人啊，以为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，其实什么都不懂。她经常这样当着我的面说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理论，到了实际工作中一点用都没有，还得我手把手的教，真是累死人了。有一次，局里要准备一份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的汇报材料，王美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。我花了整整3天时间，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写了一份2万多字的详细报告。我觉得这份材料写得不错，数据详实，分析透彻，对我市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都有深入的阐述。当我把材料交给王美华的时候，她看都没看，就随手扔在了桌上。这就是你的水平，连个材料都整理不好，真不知道招你进来干什么。她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。我当时心里很委屈，忍不住为自己辩护：王副局长，这份材料我已经仔细核对过了，数据都是最新的，分析也比较全面。分析全面？王美华冷笑一声：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敢跟我争辩？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5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，还用得着你来教我？他站起身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：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单位里，我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。你一个刚毕业的毛头小子，懂什么？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都假装没听见，有的继续看报纸，有的低头玩手机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。我只能默默地把材料拿回去重新整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王美华根本就没有看我写的材料，她直接把材料转给了小刘，让小刘重新弄一份。小刘花了半天时间，从网上东拼西凑了一份不到5000字的材料。王美华看了之后连连夸奖：这才像样嘛，简洁明了，重点突出。小刘就是有经验，不像有些人写一大堆废话。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，我认真写的材料被否定，草草拼凑的东西却被表扬。我渐渐明白了，在这个单位里，能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关系和背景。冬天的时候，办公室里安装了新的空调，但是王美华总是嫌温度不合适，不是太热就是太冷。小李，去调一下空调，太热了。小李，再调一下，又太冷了。我经常要爬上爬下的调节空调，有时候一天要调10几次。春节前夕，单位里要搞年终总结，王美华又把准备工作的任务交给了我，布置会场，准备材料，联系酒店，订购礼品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活。其他同事都在准备回家过年，只有我还在加班加点的工作。除夕那天，我还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。王美华打电话过来催促：小李，明天的会议材料准备好了没有？可不能出差错啊！我看着窗外的烟花，心里说不出的苦涩。这样的日子过了快2年，我已经习惯了被人看不起的生活。反正工资照发，日子照样过，我也不奢望能有什么大的改变。我开始学会了沉默，学会了忍耐，学会了在这种环境中生存。但我并没有放弃学习和思考。下班回到租住的小单间里，我会看书、写日记、思考人生。我仔细观察着办公室里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分析着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模式。张局长表面上和蔼可亲，
总是笑眯眯的，但遇到具体问题就开始推诿扯皮。有一次市里来人检查工作，发现了一些问题，张局长立刻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科室，自己撇得干干净净。王美华看起来很有魄力，说话声音大，做事雷厉风行，但实际上除了欺负下属，什么实际工作都做不了。他最擅长的就是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，在下属面前耍威风。小刘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已经学会了官场上的那一套。他从不直接得罪人，但总是能在关键时刻为自己争取利益。他经常请客吃饭，维护各种关系，在单位里的人缘很好。小王比较聪明，他很少卷入办公室的纷争，总是保持中立的态度。他工作能力不错，但从不锋芒毕露，懂得明哲保身的道理。老张快要退休了，每天就是混日子，对什么事情都不上心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安安稳稳到退休就行了。我把这些观察都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，分析着每个人的优缺点，思考着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。我知道，在这种地方，光有能力是不够的，还要有智慧，要懂得人情世故。但我从来不表现出来，也不与他们争辩或冲突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种环境下，锋芒毕露只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，不如韬光养晦，静观其变，等待合适的时机。直到今年3月，办公室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，省里要派督察组下来检查工作。这个消息就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立刻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消息最初是从张局长的办公室里传出来的。那天上午，张局长接了一个电话，通话过程中，他的表情越来越严肃，最后甚至站了起来，语气变得异常恭敬。是，我们一定做好准备工作，请领导放心，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。挂了电话之后，张局长立刻召开了中层干部会议。虽然会议室的门是关着的，但我们还是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声音。这次督查很重要，省里很重视，绝对不能出差错。张局长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。会议结束后，王美华从会议室里走出来，脸上带着兴奋的表情。她立刻召集了我们办公室的所有人，宣布了这个消息。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重要消息，省里要派督察组下来检查我们的工作。办公室里立刻炸开了锅，大家都很兴奋。这种级别的检查不是经常有的，对单位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。如果检查结果好，单位的声誉会大大提升，个人也有机会获得表彰。王美华继续说道，据张局长透露，这次督察组的组长是省里的重要领导，级别很高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绝对不能给单位丢脸。听到这话，王美华的眼睛都亮了，她立刻自告奋勇，张局长，接待工作就交给我来负责吧，我保证安排得妥妥当当，让省里的领导满意。张局长点了点头，好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，一定要精心准备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从那天起，王美华就开始了她的表演。她每天早早来到办公室，指挥着大家打扫卫生、整理材料、准备汇报。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变得紧张起来，每个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检查做准备，而我自然又成了他的主要劳动力，各种杂活累活都落到了我的头上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。李小川，你去把会议室重新布置一下，桌椅摆放要整齐，地面要拖得干干净净。
王美华指着会议室说道：“李小川，你去联系市里最好的酒店，订几个包间，要那种档次高的，菜品要丰富，服务要周到。李小川，你去商场买些礼品，要有特色的，包装要精美，价格不要太便宜，但也不要太贵，要恰到好处。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从早到晚都有干不完的活。”而王美华却在同事面前炫耀着自己的组织能力。你们看，这就是管理艺术，要懂得用人。他得意洋洋地说道。有些人虽然能力一般，但胜在听话踏实，用起来很顺手。王副局长就是有经验，安排工作井井有条。小刘在一旁附和道：“是啊，要是换了我们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安排。”小王也跟着夸奖。王美华听了这些话，更加得意了。她开始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，俨然把自己当成了这次接待工作的总指挥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王美华的要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细致。会议室的布置要重新调整，接待方案要反复修改，连洗手间都要重新装修。我每天都在各种琐事中忙碌着，累得精疲力尽。有一次，我正在整理接待用的材料，王美华走过来看了一眼，突然皱起了眉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字体大小不统一，行距也不对，这样的材料怎么能拿给省里的领导看？我仔细检查了一遍，发现确实有几个地方的格式不太统一，便解释道：“王副局长，我马上修改，很快就能弄好。”马上修改。王美华的声音突然提高了。你知道省里的领导什么时候到吗？你知道这次检查有多重要吗？这种态度能行吗？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悄悄地看着这边。王美华越说越激动，完全不顾及我的面子。我真搞不懂，招你这种人进来有什么用？整天就知道装模作样，关键时刻什么都指望不上。我低着头，默默地听着他的训斥。这种场面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，早就习惯了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有些委屈。我已经很努力地在做事了，为什么还要受到这样的对待？我告诉你，这次督查对我们单位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绝对不能因为你的疏忽而搞砸了。王美华继续训斥着，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其他同事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人偷偷地笑了起来。我能感受到他们投来的异样目光，那种看笑话的表情让我心里很不舒服。小刘假装好心地走过来，小李啊，你也别太紧张，慢慢来，仔细一点就行了。但他眼中的幸灾乐祸却掩饰不住。老张放下手中的报纸，摇摇头，叹了口气。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以后怎么能成大器？小王也跟着说道：“是啊，做事要细心，不能马虎。省里来的都是大领导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”我能感受到整个办公室里那种看不起的氛围，每个人都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着我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一个没有背景、没有能力的小角色，只配做一些跑腿的工作，还经常出错。但我依然保持着沉默，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。我知道，在这种环境下，任何的争辩和反抗都是徒劳的，只会招来更多的羞辱。王美华看到我不说话，似乎更加来劲了。她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有些人啊，以为自己能攀上高枝，其实连门都摸不到。省里来的领导，是你这种小角色能接触到的吗？”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恶意，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没有任何表示。我就不明白了，现在的年轻人
怎么都这样，眼高手低，好高骛远，真正做事的时候就露馅了。王美华继续她的演讲：我当年刚工作的时候，哪敢像你们这样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从不出错。小刘在一旁附和：还是王副局长有经验，我们都要向您学习。就是啊，王副局长，您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小王也跟着夸奖。王美华听了这些话，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她享受着这种被人吹捧的感觉，享受着在我面前展示权威的快感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督察组到达的日子越来越近，王美华变得越来越紧张，同时也越来越兴奋。她把接待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检查了无数遍，生怕出现任何差错。李小川，你再去确认一下酒店的包间，菜单有没有问题，服务员的素质怎么样？李小川，你去看看礼品准备好了没有，包装是不是够精美，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？李小川，你把接待方案再核对一遍，从头到尾仔细检查，千万不能有任何错误。我按照他的要求，把所有的事情都重新检查了一遍又一遍。接待方案修改了10几次，酒店跑了7、8趟，礼品换了3、4种，每一个细节我都亲自确认过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在暗暗观察着王美华的表现。表面上看，她很认真、很负责，对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视，但实际上，她更多的是在做表面文章，很多具体的工作都是我在做，她只是在一旁指手画脚。而且我发现，她对这次督察的重视，更多的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。她希望通过这次接待工作，在省里的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，为自己的仕途加分。至于单位的发展和其他同事的利益，他并不是真正关心的。督察组到达的前一天，王美华的紧张情绪达到了顶点。她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，不停地检查各种准备工作，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着什么。下午4点多的时候，我把最终版本的接待方案整理好，放在一个精美的文件夹里，送到王美华的办公桌上。这份方案我已经修改了无数次，每一个字都仔细斟酌过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核实过。王美华拿起文件夹，戴上眼镜，开始一页一页的仔细阅读。我站在一旁，等待着他的意见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其他同事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，偶尔有人抬头看看这边。看了大概10分钟，王美华突然皱起了眉头，她指着方案中的一个地方，声音有些尖锐：这里怎么写错了？我赶紧凑过去看，发现是一个很小的笔误。在介绍我是旅游资源的时候，我把一个景点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，这确实是我的疏忽，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不小心弄错的，对不起，王副局长。我马上改正，我连忙说道，这种错误很容易修改，只需要重新打印1页就行了。但王美华却大发雷霆，她啪的一声把方案摔在桌上，声音大的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能听见。李小川，你怎么搞的？这么重要的文件居然出现这种低级错误！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纷纷看向这边。王美华站了起来，脸色涨得通红，手指着我的鼻子开始大骂：你这种没用的东西，就知道拍马屁巴结领导，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不要脸！我站在那里，任由他骂着，心里却出奇的平静。这种场面我见得太多了，已经习惯了，一个小小的笔误而已，至于这样大发雷霆吗？但王美华显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她的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刺耳。
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，有的假装继续忙碌，有的干脆放下手中的东西，明目张胆地看着这场闹剧，以为装作很努力就能得到重视。省省吧！王美华的声音在整个办公室里回荡着。就你这样的，这辈子也就是个跑腿的命，还想往上爬？做梦去吧！他的话越来越恶毒，越来越没有底线。我能感受到那些刀子一样的目光，能听到那些窃窃私语的声音。有人脸上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，有人假装同情地摇着头，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话。小刘低着头，假装整理文件，但我能看到他嘴角的微笑。小王也在偷偷地看着这边，眼中带着看好戏的神情。老张干脆放下手中的报纸，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样子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一个可怜虫，一个任人欺凌的软柿子。他们享受着看我被羞辱的快感，享受着这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王美华还在继续她的表演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就是不努力的下场。没有真本事，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。像这种人，给他再多的机会也没用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是这块料。他的话里充满了恶意和轻蔑，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往我心上扎刀子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并没有感到愤怒或者委屈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冷静。这2年来，我一直在忍受着这样的对待，一直在默默地承受着各种羞辱和讽刺。我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，以为可以继续这样忍耐下去。但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再忍受下去的，不是因为愤怒，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一种看透一切的清醒。我看着王美华那张扭曲的脸，看着其他同事那些虚伪的表情，心中涌起一阵说不出的感觉。我慢慢地抬起头，看着王美华，眼神变得异常平静。然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在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中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王美华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她愣愣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其他同事也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电话接通了，我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达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。妈，省里来人了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温和的女声：小川，怎么了？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大问题，就是明天督察组就要到了，我想跟您汇报一下这边的情况。我继续说道，眼神扫过办公室里每一个呆若木鸡的同事。哦，是那个督察组啊。电话里的声音带着一丝笑意。你在那边工作的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如果有人不长眼，你就告诉妈妈，妈妈给你出气。王美华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她的嘴唇开始微微颤抖。其他同事也都像被雷击中了一样，一个个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还行吧，同事们对我都挺关照的，我淡淡地说道，目光落在王美华惨白的脸上。就是有些人比较有意思，总是喜欢教育年轻人，那就好，年轻人就要多学习，多锻炼。电话里的声音很慈祥，不过你要记住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保持冷静。有些人可能不了解情况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说道，明天您到了之后，我们再详细谈谈。好的，那我先挂了。对了，明天见面的时候，你要表现得自然一点，不要让别人看出什么来。我明白，您放心吧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整个办公室里静得可怕，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，一动不动地看着我。王美华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一样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。我收起手机，
看着王美华，淡淡的说：“王副局长，明天督察组来了，您可以继续表演。我相信您一定能给省里的领导留下深刻的印象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我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开始整理桌上的文件。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，每个人都在偷偷地看着我，眼神中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他们终于意识到，那个一直被他们看不起的小角色，可能有着他们无法想象的背景。那个简单的电话，彻底改变了办公室里的权力格局。王美华在原地站了很久，脸上的表情不断变化着，有震惊，有恐惧，有懊悔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她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尴尬地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。其他同事也都心神不宁地回到各自的位置上，但谁都没有心思工作。他们不停地偷看着我，窃窃私语着，试图从刚才的电话中分析出更多的信息。老张是第一个忍不住的，他放下手中的报纸，走到我身边，语气变得异常恭敬：“小李啊，刚才那个电话……哦，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汇报一下工作情况。”我头也不抬地说道，继续整理着手中的文件。“你妈妈是在省里工作吗？”老张小心翼翼地问道。“算是吧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。”我依然没有抬头，语气很平淡。但我这句话显然没有让老张放心，反而让他更加紧张了。能够直接参与督察工作的，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公务员？而且刚才电话里的语气，明显是上级对下级的关爱，这说明我母亲在督察组中的地位绝对不低。老张还想继续问，但看到我专心工作的样子，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能悻悻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但他的眼神明显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多了几分敬畏和讨好。小刘也走了过来，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容：“小李，刚才王副局长也是工作压力大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其实人挺好的，就是有时候说话直了一点。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的说：“我没往心里去，我只是觉得有些人挺有意思的，做人不能太势利，不能看人下菜碟。”小刘被我这句话说得有些尴尬，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僵硬。“是啊，是啊，我们都是同事，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理解。”他想继续说什么，但看到我又低下头工作，只能干笑着走开了。但我能感觉到，他看我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，多了几分畏惧和巴结。小王也想过来套近乎，但看到前面两个人的表现，他变得更加谨慎。他只是远远地对我点了点头，算是打招呼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假装忙碌地工作着。王美华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，我能听到她在里面来回踱步的声音。显然，刚才的电话给她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她现在满脑子都在想着我的真实身份，想着明天见面时该如何应对。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王美华终于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，她的脸色比刚才好了一些，但眼神中还是带着明显的不安。她走到我身边，语气变得异常温和：“小李啊，刚才我说话可能重了一点，你别介意啊，我也是为了工作着急，你应该能理解的。”我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抬头看着他，他的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容，但眼神中却充满了惶恐和不安。这种巨大的反差让我觉得有些好笑。“王副局长，您说的对，确实是我工作不够仔细。”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一个字的错误确实不应该，我会注意的。王美华听到我这样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。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
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吗？有什么矛盾说开了就好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应该互相支持，互相理解。但我能看出来，他心里还是很不安的。刚才那个电话给他的冲击太大了，他现在根本无法确定我的真实身份和背景。在不知道底细的情况下，他只能选择示好，希望能够化解之前的矛盾。小李啊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明天督察组来了，你跟我一起接待。王美华继续说道，你年轻有活力，又是大学生，肯定能给领导留下好印象。好的，王副局长，我点了点头，我会认真配合您的工作。王美华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。那就这样定了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定要把这次接待工作做好，给单位争光。说完这些话，王美华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但我知道她现在根本没有心思工作，肯定在那里胡思乱想，想着各种可能的情况和应对策略。下班的时候，办公室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以前大家对我都是爱理不理的态度，现在却都变得客客气气的。老张主动跟我说再见，小刘帮我收拾桌子，小王甚至问我要不要一起吃饭，但我都礼貌地拒绝了。像往常一样，一个人回到了租住的小公寓。当天晚上，我坐在窗前，看着外面的夜景，心情出奇的平静。2年来的压抑和委屈，在今天下午的那个电话之后，全都烟消云散了。我知道，明天将是一个转折点，不仅仅是对我，对整个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那些曾经看不起我的人，那些曾经欺负我的人，都将面临一个全新的现实。第2天早上，我按时来到办公室，王美华已经到了。她今天打扮得格外精心，脸上化了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一套崭新的深蓝色职业装，头发也重新做过了，看起来比平时年轻了好几岁。小李，你来了。她主动跟我打招呼，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温和。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今天可是大日子，我们都要打起精神来。其他同事也都早早的来了，每个人都想见识一下省里来的大领导。办公室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连墙上的宣传标语都重新贴过了，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对这次检查的重视。老张穿着他最好的一套西装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小刘也换了新衬衫，皮鞋擦得锃亮，小王化了淡妆，穿着职业套装，看起来很有精神。整个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兴奋的气氛。上午8点半，张局长匆匆走进办公室，脸上带着既紧张又兴奋的表情。同志们，督察组的车队已经从高速公路下来了，预计9点钟到达。大家最后检查一下，不能有任何疏漏。王美华立刻站了起来，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检查了一下化妆。好的，张局长，我们已经准备就绪，保证给督察组留下最好的印象。张局长点了点头，然后看向我，小李，今天你也要表现好一点。督察组里都是省里的重要领导，这对你来说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。好的，张局长，我会认真学习的。我恭敬地回答道。9点整，张局长的手机响了，他接起电话，语气异常恭敬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马上下去迎接。挂了电话后，张局长宣布，督察组已经到楼下了，大家跟我下去迎接。所有人都跟着下了楼，在大门口排成整齐的一排。王美华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我站在队伍的后面，心情依然很平静。我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会彻底改变所有人对我的看法。
3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在了门口，车门打开，几个穿着正装的人走了下来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女性，身材高挑，穿着一套剪裁精良的深色套装，气质优雅而威严。王美华立刻迎了上去，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花一样。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指导工作，我是市文旅局副局长王美华，这是我们局长张建国。但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，督察组的组长并没有理会王美华的热情介绍，而是径直越过了迎接队伍的前排，走向了站在队伍后面的我。小川，在这里工作还习惯吗？组长亲切地问道，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，语气就像母亲关心孩子一样温和。整个迎接队伍都愣住了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王美华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，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张局长也一脸懵逼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其他同事更是目瞪口呆，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。我微笑着回答，还行，同事们对我都挺好的，领导也很关心我的成长。组长点了点头，脸上的笑容更加温和了。那就好，年轻人就要多在基层锻炼锻炼，接地气，了解实际情况，这对你的成长很有好处。是的，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也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同事，我恭敬地说道。王美华站在一旁，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，她终于完全明白了昨天那个电话的真正含义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真的有背景，而且背景大得超出了他的想象。其他同事也都反应过来了，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彻底变了，那种轻视和不屑完全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震惊、敬畏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。昨天还在看我笑话的人，现在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老张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小刘不停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，小王则是一脸的不知所措。督察组长继续和我交谈，这2年在基层工作有什么感受吗？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？基层工作确实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，我认真地回答道。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，不能因为背景和出身就区别对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，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。组长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说得很好，年轻人有这样的觉悟很难得，看来这2年的基层锻炼没有白费。张局长在一旁听得云里雾里，但他是个老狐狸，很快就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连忙上前恭敬地说道：领导，我们先进去详谈吧，外面比较吵。组长点了点头，好的，我们先进去。小川，你也一起来吧，一会儿我想听听你对这里工作的具体汇报。好的，我点头应道。一行人进了大楼，但所有人的心情都完全不一样了。王美华跟在后面，脸色苍白，步履沉重，完全没有了之前的意气风发。张局长也变得小心翼翼，不停地偷看着我，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回到办公室后，整个气氛都变了，以前那种轻松随意的氛围完全消失了，每个人都变得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督察组开始了正式的工作，他们调阅了大量的文件资料，询问了各种工作情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一些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。王美华负责的几个项目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的问题，有些数据明显是造假的，还有一些违规操作被发现了。这些问题在平时都被他掩盖得很好，但在督察组的仔细检查下，全都暴露无遗。张局长也被查出了一些问题，
主要是工作不力，管理松散，对下属缺乏有效监督。小刘的财务工作也存在不少漏洞，有些账目不清，有些开支缺乏必要的审批程序。只有我的工作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我一直都是按规章制度办事，从来不敢有任何违规行为。下午，张局长被约谈了整整2个小时，出来的时候脸色十分难看，额头上满是汗珠。王美华也被叫进去谈了很久，出来的时候眼圈都红了，显然是哭过了。小刘也被叫去谈话，虽然时间不长，但出来的时候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而我在整个检查过程中都表现得很正常，该汇报的汇报，该配合的配合，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现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和督察组长的关系绝不一般。第2天下午，督察组结束了检查工作，准备返回省里。在临走之前，组长单独找了我谈话。小川，这2年在基层工作，有什么感想？组长关切地问道。我想了想，诚实地回答，基层工作确实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，也能看清很多人的真面目。有些人确实是看人下菜碟的，他们对待不同背景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态度。组长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人性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都要保持自己的品格和原则。真正有能力、有品德的人，从来不会因为背景而看不起别人。我明白，妈。我点了点头。这次检查发现了一些问题，我们会跟上级部门反映的。组长继续说道。不过你要继续在这里好好工作，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自己的心态。我知道了，我恭敬地回答。组长笑了笑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好孩子，继续努力，记住，做人最重要的是品格，不是背景。督察组走后的第1个星期，单位里就传来了消息，王美华因为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，被调离现职，调到了市里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部门。张局长也受到了严厉批评，被要求做出深刻检讨，并在全局范围内通报批评。小刘虽然没有被调走，但也受到了处分，被暂停了财务工作，只能做一些杂物。而我依然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着，什么都没有改变。但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老张现在见到我都要点头哈腰，说话时的语气充满了恭敬。小李，您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小刘也变得格外殷勤，总是主动找话题跟我聊天。小李，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指导意见吗？小王更是对我客客气气的，时不时地问我需不需要帮助。小李，您要是有什么事情，尽管说一声。连打扫卫生的阿姨都对我特别客气，每次见到我都会主动打招呼。小李，您辛苦了。但我对这些改变并不在意，我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着，不骄不躁，不卑不亢。我知道，这些人之所以改变态度，并不是因为我的能力或者品格，而是因为我的背景。这种基于利益和恐惧的尊重，并不是真正的尊重。几个月后，单位里来了新的副局长，是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，看起来很干练。他找到我，很客气地问道：“小李，你对我们单位有什么建议吗？”我想了想，认真地回答：“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，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不能因为背景、关系或者其他因素就区别对待员工。做人做事都要靠实力，而不是靠关系。”新副局长连连点头，说得对，说得非常对。以后有什么想法，
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有一天，老张找到我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小李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背景？大家都很好奇，但又不敢直接问。我放下手中的工作，看着他笑了笑。老张，其实背景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和能力。这2年来，我一直在观察着单位里的每一个人，看他们是怎么做人做事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呢？老张不解地问道。如果早知道你的身份，大家也不会，因为我想看看，在没有背景光环的情况下，大家会怎么对待我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事实证明，有些人确实是看人下菜碟的，他们对待有背景的人和没背景的人，完全是2种态度。老张听了这话，脸上露出了羞愧的表情。小李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我们以貌取人了，都过去了。我摆了摆手，人性就是这样，我并不怪你们，只是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，不要因为背景和关系就区别对待。老张连连点头，您说的对，我们以后一定会改的。后来单位里又来了几个新同事，我发现大家对待新人的态度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，至少不会像对待我当初那样，把新人当成跑腿的使用。每个新员工都能得到基本的尊重和关心，工作分配也比较合理。王美华被调走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她。听同事说，她在新单位里很低调，不敢再像以前那样盛气凌人了。那次督察对她的打击很大，让她明白了做人不能太嚣张的道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